挤进晚八的地铁，一阵警报声突然响起。地铁规则：禁止出现噪音。警报响起后，地铁里陷入一片死寂，只剩几个刷视频的人仍然沉浸在最大音量的外放里，边看边笑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车厢内突然闪烁起刺眼的红光，车门轰然打开，那几个笑呵呵的乘客变得双目无神，整齐地放下手机，排队跳下了车。车门在关上时，玻璃上已经染满了血色。面对这骇人的场面，我狠狠拍了拍脸，发现并不是梦。环视四周，满是和我一样慌张的乘客。这时警告声再度响起，检测到环境无噪音，规则正式启动。地铁行驶中，每10分钟抵达一个站点，请乘客们留意车间广播。每抵达一个站点，地铁开门，请勿在车厢内持续逗留。本路线除起点和终点外，共有6个站点，每个站点都有各自的规则，请务必遵守。完成站点规则后，乘客方可安全回归车厢，前往下一站。严禁提前回归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无驶过6站之后，地铁抵达终点，唯有终点代表安全生还。注意，前方到站恶鬼桥。广播结束后，地铁停下，车门打开，一束泛绿的幽光照进车厢。虽然仍处在蒙圈的状态，但我还是赶紧跟着人群冲下了车。下车之后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古朴的石板桥，桥下有一潭死水，无数煞白的手臂漂浮在水面，密密麻麻，不停挣扎。桥上则端坐着一位身着黑色旗袍的女荷官，她的嘴角挤出一丝微笑，指了指桌案，那里有一颗红枣模样的骰子。欢迎大家来到恶鬼桥，骰子有大小，猜中者生，猜错者或是不想猜的人，就请留在这里陪着我了。她的语气相当温柔，却让人无比窒息。只见她手指一勾，点中了一个人群前列的衬衫男，随后将骰子轻轻一盖，简单的摇晃了几下。她眼神死死盯着衬衫男的脸。你选大还是选小？衬衫男顿时屏住了呼吸，犹豫再三，才支支吾吾说出答案：小。盖子揭开，骰子上的点数是5。恭喜你，留下来陪我吧。衬衫男的双眼顿时失去了神采，和之前跳下地铁的乘客如出一辙，仿佛提线木偶一样向池边走去，皮肉瞬间被腐蚀得干干净净。一阵惨叫声扎进众人的耳朵，眨眼的功夫，水面上又多了条漂浮的手臂。荷官却如同没看到这惨烈的一幕，反而笑得更加开心。下一位，骰子摇晃，是大还是小？大吧。答案揭晓，骰子正上方的点数是3，池水上方又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哀嚎。光是皮肉腐蚀的画面，就看得我心惊肉跳，不敢直视。而桥上的荷官仍在不停点人，摇晃着骰子，宣判着众人的生死。因为下车时跑得比较慢，所以我处在人群偏后方的位置。前面一共有32人参与，仅有11人猜中了大小。当然凡事总有例外，一位大妈不顾规则的要求，选择死活不开口。结果1分钟后，大妈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一口一口地慢慢咬死了自己。随着荷官缓缓一指，排在我前面一位的校服少女颤颤巍巍走上了桥。你选大还是选小？少女额间全是冷汗，咬紧牙关说出了自己想了很久的答案：小。开盖之后，她看到了点数6，她绝望地向我伸手求救，却又自顾自地一头扎进了水里。惨叫声穿过我的耳膜，因为下一个就轮到我了。骰子轻轻摇晃，荷官微微一笑：是大还是小？我看着他渗人的眼神，从小抽卡就没出过好东西的我，实在不敢把生命寄托到运气上。荷官见我愣神，又开口问了我一次：是大还是小？从他温柔的眼神里，我猛然读出了一条最重要的信息。那一瞬间，每个人猜大小的场面都从我的脑海中掠过。原来规则就藏在他的话语之中，因为荷官会根据摇出的结果问出不同的问题。如果结果为大，他的问题是你选大还是选小；如果结果为小，他则会换一个问法，是大还是小。所有人都处于惊惧之中，竟没发现他这2套不停切换的固定话术。想清一切关节之后，我坚定地开口：小。结果停留在2，我长舒一口气，从死亡的气息里走了出来。我刚想转头把判断方法告诉剩下的乘客，却瞥见荷官对我微妙一笑，他伸出食指停在嘴唇上方，比出了晋升的手势。第1站结束，只有不到20人活着回到了车厢里。地铁重新启动，听着车轮不断摩擦铁轨的声音，我不禁想，第1站就死了这么多人，后面的5站该怎么过？正当我心绪不宁的时候，旁边的女生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：你好，我叫青青。你好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接下来的站点，我想找你合作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在恶鬼桥，你其实已经看穿了真正的玩法，对吧？我不禁皱紧眉头。你怎么知道？青青没有正面回答，而是学着荷官的样子，把食指放到嘴唇上。因为我看见他也对你比了这个手势。我深吸一口气。没错，我发现了规律，那就是在大小不同时，他各有一套询问的话术。居然和我的解法并不一致。我找到的规律是它的摇动，如果顺时针则为大，逆时针就是小。听了他的话，
我不禁陷入沉思，原来生路不止一条。随后我看了看青青闪烁的眼眸，忍不住继续问：你还有别的发现吗？他沉吟片刻说：有，但你可能接受不了。什么？其实我们可能早就死了。青青的话让我陷入震惊之中，直到他引导我，目光移向座位的下方，这才发现车厢的内壁上竟藏着密密麻麻的划痕和烧痕。看到了吗？这辆地铁表面上光鲜亮丽，其实早已经千疮百孔了。我怀疑我们乘坐了同一辆出事的地铁。与此同时，广播声突然响起：注意前方到站地狱山。车门打开，一股炽热的暖流立马涌进车厢。下车之后，对面是一座极高的火山，岩浆喷发，不断往山下流淌，在山脚下聚成滚烫的一滩，只是靠近就感觉快要被蒸发融化。而岩浆的边上站着一个身着判官服饰的男人，他拿着一个个黑色的石碑，诉说着地狱山的规则。欢迎来到地狱山，请各位直面恐惧。这里的规则很简单，只需要喝一杯来自山顶的岩浆，就可以回归车厢。如果不喝的话，就留下骨灰，给地狱山当燃料吧。经历了第一站之后，每个人都尽量往后缩，生怕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判官有些不满，他故意点出了躲在人群最后面的少年。少年无奈地走到了前方，他端着直冒白烟的岩浆，双手瑟瑟发抖。我站在远处，忍不住嘀咕：这玩意儿怎么下得去嘴？不过少年的勇气还是超乎我的想象，没犹豫多久，他就一口闷了下去。判官满意的鼓了鼓掌，本以为这便算安全通关，然而少年的身体却突然僵在了原地。只见他腹间闪起猛烈的红光，整个人瞬间燃烧起来。我和青青面面相觑，判官的嘴角微微勾起，平静的语气下却隐藏着索命的凶狠。下一位。看着判官来回巡视的眼睛，乘客们大多陷入了惊慌，往前站也不是，往后躲也不是。判官饶有兴致地挪动手指，最终指到了一个少女身上。他递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岩浆，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少女没有理会他递上的石碑，反而从他另一只手里夺过了空杯子，亲自走到沸腾的潭水边，盛了满满一杯，在众人惊诧的目光里一饮而尽。看着浑身冒烟的他，我皱紧了眉头。这是什么狠人？本以为不出3秒时间，他就会和那位短发少年一样爆体而亡，可足足过了很久，待到白烟消散，他都没有发生任何异响，反倒是一直表情玩味的判官陷入了一霎的错愕，最终无奈地鼓起了掌。精彩，精彩！直到这时，众人才终于反应过来，少女过关了。原来这就是地狱山的奥秘，既不能不喝岩浆，也不能喝判官递过来的，而是要自己亲手去盛上一杯。我看向旁边的青青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原理吗？青青显然也在思考其中关节。你还记得地狱山规则的第一句话吗？我回忆了一下判官的说辞，只需要喝一杯来自山顶的岩浆，就可以回归车厢。不，前面那句，请各位直面恐惧。直面恐惧？没错，炽热的岩浆就是我们恐惧的来源，只有主动去喝下它，才算是直面恐惧，而从判官手里接过来的，只能算被动的妥协。我终于恍然大悟，有了少女的示范，后面的人通关就容易了许多。除了一个人因为只装了半杯，被判官推进了岩浆里，其他人全都顺利生还。这次我特意数了数，地铁内还剩下16人，经历了2站的惊心动魄，不少人都身心俱疲，一回来就靠着玻璃缓解压力。只有青青依然活跃，她找到了刚刚那个通关的女孩，3下5除2，顺利将她拉入了我们的团队。这时我也终于知道了少女的名字，小美。注意前方到站蛟龙台。车门打开，一股刺鼻的腥味扑面而来，一条巨蟒般的庞然大物，头顶长着修长的鹿角，身躯足有40-50米长，紧闭双眼蜿蜒在地，既像蛇，又像是神话传说中的龙。而他的身旁站着一个绿裙的女人。欢迎来到第3站蛟龙台。如你们所见，我养了一条蛟龙，它平日里最喜欢的零嘴就是活人。你们需要在蛟龙台待上1炷香的功夫，此间它会在这里自由活动，以你们为目标。1炷香之后，没有被它吃下肚子的幸存者就可以离开此站。说罢，女人拿出一尊金色香炉，流出淡淡白烟。蛟龙双目一睁，露出2只火热的瞳子。还没等我们仔细琢磨女人讲述的规则，蛟龙便已经开始了行动。它虽身长40-50米，看起来相当笨重，却有着快如闪电的速度，吓得所有人都抱头逃窜。一位腿脚不利索的大叔，因为跑得太慢，第一个被蛟龙衔进了嘴里。看着这个场景，所有人跑得更加卖力。可蛟龙台的面积并不算大，而且没有任何遮掩身形的物体，空空旷旷，压根没给多少逃跑的余地。蛟龙的身影四处腾挪，每每只需要一口就能吃下1整个人。该怎么办？破解方法是什么？我一边拼死逃命，一边在心里不断回顾女人的话。
但不停的跑动让我有些大脑缺氧，完全没法静下心来思考。而场上蛟龙的移动却是极快，转眼间又将一人吞进腹中，3两下消化个完完全全，打了个兴奋的饱嗝。一炷香才燃了1/3，16个乘客已经只剩下8个，一直跑根本解决不了问题。眼看抠破脑袋，我忍不住瞥了瞥同样亡命奔跑的2位同伴青青和小美，可仔细看去才发现，蛟龙最新瞄准的目标就是青青。眼看蛟龙的位置越来越近，千钧一发之际，青青却突然停下了脚步，站在原地不跑了。不仅不跑了，连任何动作都不再有，如同一根木头，看得我一脸疑惑。可接下来的景象让全场人都呆住了。青青一动不动之后，蛟龙也随之停下了移动，好像丢失了目标一样，左顾右盼，重新寻找起了目标。青青活下来了，原来如此。这一战的谜底竟然如此简单，只需要当做木头人的游戏就能安然通过。有了青青的例子，所有人都反应了过来，立马有样学样，停下了所有动作。本来残暴无比的蛟龙瞬间失去了所有目标，左右四顾，脑袋上仿佛挂上了一个问号。剩下的时间里，他只能一直在蛟龙台的边缘打转，待到一炷香彻底烧完，他的眼睛也准时的闭上。所有人都长舒一口气，坐回地铁座椅上，我忍不住看向青青：“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”这一战实在是太险了。其实破解之法不在绿裙女人讲述的规则里，而是在蛟龙身上。在传说里，蛟龙乃蛇所化，而蛇类动物都有一种特性，那就是极强的动态捕捉能力和极弱的静态实力。越是移动迅速的猎物，它越是能敏锐地感知，反而保持不动的东西，在它眼里和死物没什么区别。听完他的分析，我忍不住啧啧称叹。话音刚落，地铁的广播再度响起：“注意前方到站，人间巷。”第4站来了。我从没想过，一觉醒来，我的父母竟然变成了陌生人。3个月前，因为一场车祸，我失明了。但就在昨天，我奇迹般的恢复了视力。我刚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的父母，却在我的床底下发现了揉作一团的纸巾。纸巾上面写着一句话：“不要告诉他们你能看得见。”这个他们很显然是指我的父母。这时敲门声响起，小美，妈给你炖了点燕窝。母亲和蔼的声音在门后响起，我随手便将纸巾扔进了垃圾桶。可当母亲打开了门，我的瞳孔却猛地一缩，我看见一个陌生的女人端着碗站在门口，笑盈盈地看着我，她的嘴唇涂得鲜红，脸上的笑容看着那么的怪异。这分明不是我的母亲，但奇怪的是，她的声音竟和我的母亲一模一样。我刚想质问她是谁，却突然想起刚刚纸巾上的话，不能被他们发现我看得见。女人担忧地朝我靠近了一步。小美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我摸索着坐在床上，缓缓说道：“妈，把燕窝放在这里就好，我等会吃。”女人说道：“小美，燕窝烫，要不还是妈喂你吧。”我立刻拒绝了女人：“妈，我有点困，想睡一会儿，我放凉了再吃。”女人点了点头，没有说什么便出去了。当她带上门的那一刻，我猛地松了口气，后背已经完全被冷汗打湿了。我真正的母亲到底去了哪里？这个女人又是谁？我悄悄走出了房间，一眼便看到客厅的沙发上坐着一个背对着我看报纸的男人。这个人一定便是我的父亲。我左右环视了一番，确定那个女人不在客厅之后，压低声音喊了一声：“爸！”男人转过头来，我看见了他的脸。那一瞬间，恐惧席卷了我全身，因为我看到的并不是我熟悉的父亲的脸，而又是一张完全陌生的脸。小美怎么了？我露出一个难看无比的微笑，没什么，爸。回到房间后，我立刻反锁了门，一脸恐惧地坐在了床上。半个月前，老公医生曾经来探望过我一次，那时他和我的父母相谈甚欢，甚至被父亲灌得烂醉如泥。也就是说，半个月前我的父母还是我真正的父母。我找到手机，立刻给医生拨打了一个电话，电话很快接通了，医生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温柔：“小美怎么了？我刚下飞机，可以去看你了。”我语气急促地说道：“医生，接下来我告诉你的事情，你可能会觉得匪夷所思，但我说的都是真的。”医生沉默片刻：“小美，只要你说的，不管是什么，我都会相信。”我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了医生。医生说：“小美，我现在马上过来。”从机场开车到这里大概要1个小时，想到医生会过来，我心里踏实不少。突然屋外响起了敲门声，小美该吃药了。外面响起了父亲的声音，我心跳加快，死死地看着门外。见我许久没有出声，男人开始转动门把手。怎么锁门了？小美，不吃药的话，你的眼睛会好不了的。男人催促我开门，我下定决心，无论如何也不会开门，除非医生过来。随后我听到了他下楼的脚步声，我这才松了口气。突然我又觉得有点不对劲，我局促不安地走到门边，听着门外的动静，小心翼翼地趴了下来，想透过门缝看看外面的动静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对上了一双眼珠子，那个男人就趴在门缝下，死死地瞪着我。那瞬间我浑身都是冷汗，我装作没看见的样子，缓缓在地上摸索了起来。奇怪，我的手机刚刚明明掉地上的，那双眼睛从缝隙里消失了。我一下子瘫坐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这对诡异的男女出现在我身边，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。我不知道我的父母到底去哪里了。现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医生的到来。煎熬地等待了1个小时之后，我终于等来了医生的电话。电话那头的医生声音听起来非常焦急：“小美，
你现在到底在哪里？医生的话让我觉得很奇怪，我就在别墅里啊。你之前来过的，你该不会找错地方了吧？我也很焦急。我就在别墅里，但是你和叔叔阿姨都不在，这里布满了灰尘，好像很久都没有人住了一样。他的话同样让我惊骇不已。医生还给我发来一张照片，我一看照片，的确是在别墅里，只不过真的如同医生所说的那样，别墅里满是灰尘，看起来似乎很久无人居住了。我的心脏跳动得非常厉害，手不住地颤抖着。医生，我就在别墅里，到底是怎么了呀？我还活着吗？这瞬间，我情绪几乎崩溃。医生安慰我：小美，你别哭，我绝对相信你，我已经报警了。你现在听我说，在警察到来之前，不要让他们发现你能看得见。眼睛恢复视力当天，我收到一张纸条，不要告诉他们你能看得见，而这个他们指的是我的假父母。我刚要去楼下拿充电器，却被我的母亲叫住。女人的脸凑得离我很近，嘴角咧开一个夸张的弧度。小美啊，我才发现你走楼梯的速度比之前快了很多呢，你是不是能看见了呀？妈，我看见了，会和你说的。我在这里生活了3个多月了，自然走得快。女人笑了笑，伸出那双冰冷的手摸了摸我的脸蛋。我还以为小美能看见了呢，要是小美能看见了，可不要隐瞒爸爸和妈妈。等女人走后，我的双腿都控制不住的颤抖，我必须要离开别墅。突然，我听到厨房里传来吱呀一声，橱柜的门突然开了一条缝隙，一双惨白毫无血色的手软软地垂了下来。我被吓得面色陡然煞白，这双手的手指上有一个我熟悉无比的黑痣，这是我母亲的手。我双眼通红，浑身颤抖，这双手毫无温度，甚至已经发青，一看就不是活人的手。我的母亲不是失踪了，而是遇害了。这对男女杀死了我的母亲，藏在了这里。这一瞬间，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跑。当我转过头时，竟看到男人从我对面微笑着走来，他的视线先是落在了橱柜外的那只手上，随后猛地看向了我。小美，你在这里做什么呢？眼睛怎么这么红？男人的声音十分关切，但我看到他拿起了一把锋利的水果刀，猛地朝我的眼睛扎了过来，刀尖就停留在我眼睛的1厘米处。这一瞬间，我爆发了强大的求生欲，只有一个念头，我不能被发现能看得见。见我的眼睛一眨不眨，男人才缓缓放下了刀。小美，爸来做你最爱吃的红烧肉。男人打开了橱柜，我母亲的脑袋就这样滚了出来，滚到我面前，我差点尖叫出声，但我还是要装作没看到的样子，对男人露出一个微笑。好的，爸。但紧接着下一幕更让我惊恐愤怒，只见男人拉开橱柜，他把尸体扔在了桌台上，我眼睁睁地看着男人举起菜刀，手起刀落，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，同时涌起巨大的悲伤和绝望。我想要离开这里，但却被男人出声阻止了。小美，帮爸爸一个忙，这肉有些难切，你帮爸爸扶着点。他是想试探我的反应，我是绝不可能面无表情地看着男人肢解我母亲的尸体的。我调整了一下呼吸，微笑着说道：爸，我有点累了，想要回去休息一下。男人也笑着说道：那你去休息吧，这里爸来处理就好了。回到房间之后，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放声大哭起来。我深爱的母亲死了，很可能我的父亲也遇害了。我深呼吸一口气，拨打了报警电话。我和警察说完我的遭遇，并告诉了他们别墅的地址。警察让我锁好房门，在里面不要出去，并告诉我他们会在半小时内赶到这里。挂断电话之后，我立刻反锁了房门。突然，我听到了上楼的脚步声，男人的声音从门后响起：小美，爸爸已经做好红烧肉了，你下来帮爸爸尝尝味道吧。听到男人的话，我十分愤怒，我紧紧地盯着门口。爸，我现在不太想吃。紧接着，女人的声音也在门外响起：小美妈，帮你按摩一下眼睛吧，医生说要多加速血液循环。我紧张地说道：妈，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这时，钥匙插入锁孔的声音响起，女人竟然配了我房间的钥匙。我立刻躲在了床底下，捂住嘴巴，屏住呼吸，不敢发出一丝一毫的声音。我听到吱呀一声，门开了，紧接着衣柜的门被打开了，卫生间的门也被打开了。我拼命祈祷着他们不要发现自己，但是我的祈祷并没有生效。2张面无表情的脸出现在床底下，对我齐齐露出一个诡异的微笑。找到你了，小美。我居然在橱柜里发现了母亲的尸体。最近，我失明的眼睛奇迹般的恢复了，但我发现身边的父母竟然变成了一副陌生的面孔。我正纳闷呢，直到我偶然间发现了母亲的脑袋，才明白原来是这对男女杀死了我的母亲。我吓得赶紧躲在了床底，可下一秒，2张面无表情的脸就出现在床底，对我齐齐露出一个诡异的微笑。我被吓得尖叫：你们不是我的父母，我都看见了，我的妈妈已经被你们杀了，她的尸体还被你们做成了红烧肉。女人冲上前来捧住了我的脸：小美，你能看见了，你的眼睛好了。我猛地推开她：不要再假装你是我的妈妈了，我真正的父母已经被你们杀了。男人愣愣地看着我：小美，你在说什么呢？你妈妈就在这里，哪有什么尸体？我一气冲到了厨房里，但离奇地发现地上我母亲的脑袋消失了，母亲的尸体也变成了一块猪肉。我面色发白，节节后退，不敢相信我看到的。
这时女人突然大声哭了起来。之前医生就提醒过我们，说你可能会出现一些车祸后遗症，但我们都没放在心上。你现在是怎么了呀？我扭过头，死死地看着这2张陌生的脸庞。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你们是我的爸妈？女人擦了擦眼睛，颤巍巍地拿出了手机。我注意到她的手指处竟然也有一个和我母亲一模一样的黑痣。女人给我展示了手机上的照片，手机里是我们一家3口甜蜜的合照，照片上显示的日期正是3个月前我没有失明的时候。难道我真的生病了？我因为生病所以产生了幻觉吗？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真相，于是我拨通了老公医生的电话，医生很快接通了。小美怎么了？我哭喊着说道：“医生，我真的生病了吗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快来帮帮我！”医生立刻回复道：“小美，你别怕，我马上就到。”挂掉电话后，我手里握着一把水果刀，不停地颤抖着。突然，女人死死地抓住了我的肩膀。小美，你怎么不相信我们呢？你病了，你病得很严重，妈妈和爸爸要送你去医院。我举起刀，猛地刺中了女人的手臂。此时，女人流着眼泪看着我，她丝毫不顾自己伤口的疼痛。小美，爸妈已经很辛苦地照顾你了，把刀放下吧。这时，医生气喘吁吁地出现在我身后，他拿出了一张精神鉴定证明，报告上写着我的精神极其不稳定，伴随臆想、幻觉等症状。最终，我下定了决心，一刀划开了自己的喉咙。我本以为我会结束这痛苦的噩梦，但出乎意料的是，医生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看着我，说了一句：“你做到了，小美。”接着，我竟从黑暗中苏醒过来。原来半年前，一对无恶不作的夫妻来到我家抢劫，我刚好半夜起床上厕所，结果被他们绑架了，并且歹徒还用刀刺伤了我的眼睛。虽然母亲第一时间报警，成功制服了歹徒，但在那之后，我便患上了受害者综合症，一直生活在痛苦之中，甚至因为胆小的性格开始出现臆想、幻觉等并发症。我臆想出了长着歹徒脸的假父母，并认为他们杀掉了我的亲生父母，将为我治疗的医生幻想成了自己的老公。如今我终于成功走出阴影，回到了爱我疼我的父母身边。晚上回宿舍时，突然被拉进了一个匿名群，紧接着群主开始发布公告：欢迎来到情侣考验游戏，诸位将与自己的恋人一起参加本次游戏。游戏共分为5轮，只有通过全部游戏关卡才能幸存。接着群主解除了禁言，群里一下子炸开了锅。喂，什么鬼？谁在搞恶作剧啊？谁信谁是傻子？我要退群。那个，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群退不掉，连这个页面都关不了？老子不参与这种无聊游戏。群主，我现在直接提分手，就不用参加了吧？信息刚弹出，对面宿舍楼传来一阵惊呼，一个人猛然坠落。我所在的宿舍在1楼，对面就是男生宿舍。事情发生时，我正好看到了坠楼的全过程，我吓了一跳，不敢多看。而在看群里，已是一片哗然，再也没有谁敢轻易说分手之类的话。群主又开启了禁言。游戏正式开始，第1轮游戏，找到你。游戏规则：接下来每个女生都有1句在群里发言的机会，请通过这句发言找到自己的恋人，不许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、父母信息以及其他一切真实信息，不许使用表情。接下来我发现我们每个人的头像都统一变成了纯黑底，上面都显示了白色的数字。我是44号，我正准备在群里发信息，春姐伸手拦住了我。小雨别急，我们先看看别人怎么发的。群里大概静默了1分钟，1号发消息了。XCT WSWDC 缩写透露了真实姓名，违规。紧接着2号也发了消息，我们都喜欢校门口的那家奶茶店，但我喝无糖，你每次都全糖。透露了饮食偏好，违规。隔壁宿舍传来一声声尖叫，嘎掉的全是刚刚违规的同学。听到他们的倒地声，我们的心脏都颤抖了一下。果然连透露自己的口味都不行，只要透露真实的个人信息就不行。请在5分钟之内完成游戏。随着群主的催促，我屏住呼吸，手指按在了屏幕上。我拍了拍你，并且大喊一声周4号。发完我闭上眼睛，紧张又羞耻地等待着结果。3秒过去，我没有事。再睁开眼，我发现底下一个顶着144编号的头像道：系统，这是我女朋友。44号和114号成功组队。看到系统消息，我终于长叹了一口气。我和男友经常会互相拍一拍，比如男友周一拍我的时候说的是我拍了拍你，并大声说周一真烦人，所以我才想出了发这一句话。幸好成功了。一旁的春姐也很快发出了信息，不知用了什么方法也顺利通过了第1关，但还有很多人失败了，有些是违规，有些是被错认了。转眼间已经有10几对情侣失败了。我和春姐坐下来分析当前的情况，目前已知的事实是，只有情侣参加此次游戏，单身的人都不知所踪了。手机所有功能都被禁止，只能打开群，无法联络其他人，连报警电话都打不出去。更恐怖的是，宿舍门不知什么时候被关上了，我们怎么也打不开，被彻底锁死在宿舍里了。就在我拿起一把椅子想砸向门的时候，
手机突然传来丝丝的电流声，听筒里突然传来警告：第2轮考验还未开启，请勿外出。我立刻放下了手里的椅子，我毫不怀疑，如果不听从指令，等待我们的就是死路一条。春姐说：不如我们想一下，接下来的关卡会有什么？我想了想，既然是情侣考验，或许重点就是考验情侣之间的感情吧。第一关考验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默契，后面估计也差不多，可能还会考验彼此的信任。如果是这样，我还挺有信心的。春姐说着，有些温柔地冲我笑了笑。如果是比情侣感情的话，春姐一定是最后的胜利者。她和她男友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认识了10余年，又考上了同一所大学，平时连架都不怎么吵，是我们眼中的神仙眷侣。这个时候，群里又弹出消息：第1轮游戏共淘汰15对情侣，恭喜剩下的35对情侣进入第2轮游戏，想见你。游戏规则如下：1. 女生进入男生宿舍寻找自己的男友； 2. 男生不能给出任何提示； 3. 女生找到男友后上前握手； 4. 握手5秒即代表女生确认选择，如若选择错误，则女生挑战失败。咔嗒一声，宿舍门开了。情人节当天，我被拉进一个匿名群进行情侣考验，游戏中失败的情侣将被当场嘎掉。很快群里发布了第2轮的游戏规则：1. 女生进入男生宿舍寻找自己的男友； 2. 男生不能给出任何提示； 3. 女生找到男友后上前握手； 4. 握手5秒即代表女生确认选择，如若选择错误，则女生挑战失败。咔嗒一声，宿舍门开了，我和春姐走出了宿舍。走廊里，我们又碰到了几个不认识的女生，每个人都脸色惨白。对面宿舍楼的大门自己打开了，一股阴冷的气息迅速弥漫开来。走廊里30来间宿舍门齐刷刷打开了一道窄小的缝，所有男生都被蒙上面，还戴上了黑色手套。很显然，这是让我们通过伸出的手臂来找出人，我们根本无法通过皮肤颜色或触感来识别身份，能掌握的仅仅只是一些最基础的信息，比如手掌的大小。有个女生当场就哭了出来：怎么办啊？我男朋友就是特别普通的身材，没有什么关键特征了。警告，请在10分钟之内完成选择。春姐第一个走上前，她的男朋友比较特殊，中指特别长，我曾经看到春姐给她织手套，所以也记住了这个特征。果然春姐一下子就找到了那双手，牢牢抓住。听到成功的提示后，她的男友立刻摘下头套，两个人激动地抱在了一起。而我拼命回想着男友的特征，他是左撇子，为了让我认出他，他一定会伸出左手。可是左撇子并不止他一个，在场的有3个伸出左手的人。正在我犹豫的时候，一个女生小心翼翼地走到了其中一只手跟前，试探着伸出了自己的手。忽然那只手紧紧地把她握住，女生愣了愣，拼命推开那只手，但是那双手死死抓住她不放。5秒之后，女生瞪大了双眼，直直地倒在了地上。与此同时，另一个房间的男生倒地而亡，左撇子只剩下2个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有人惊叫起来，我也恍惚了一瞬，但很快想起来了。群里的规则说过，如若选择错误，则女生挑战失败。因为男生是被动选择的一方，所以按照规则，如果女生选择错误，他们并不会死，只有做出选择的女生以及她的男朋友算作挑战失败。所以刚刚女生和她的男朋友死了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么当门后面的男生发现女生不是自己女朋友的时候，可以故意拉人去死。如此一来，等于排除了错误选项，增加了己方的选中概率。看到这一幕，周围的人也都反应了过来。他是故意的，他阴了吧？有些人忍不住大叫：我受不了了，我不想再玩这个破游戏了，我们大家能不能团结一点，这样互相残杀，最后谁都是受害者。可是生死关头，人人自危，嘎人之举更是激起了许多人心中的癫狂，有更多人开始效仿。果然很快我们听到了又一个女生惨叫，再接着是第3个、第4个，不断有人炮制这个策略，而我目不斜视地朝着一个人走去。在其他女生握手的时候，我注意到这个人是唯一一个没有使用肮脏手段，会在其他女生把手放上去时立刻甩开的左撇子。我相信我男友的为人，便把手搭上去。44号144号通过第2轮考验。下一秒门被猛地推开，男友一边发出劫后余生的感叹，一边紧紧抱住了我。然而考验还在继续。第2轮考验结束，现存情侣15对，第3轮游戏开始，双人任务，密室逃脱。